到底什么样的轮子跑得更快？这一集怎么和我学到的物理常识不一样啊？这场比赛，节目组拿走了所有的轮胎零件，让选手们用乐高做车，而且不需要什么美学和故事，只比速度，谁快谁赢。胡子哥这边尝试做了很多种轮子，最后选择在轮子上放橡胶，增加摩擦力。情侣组的小姐姐很擅长工业设计，为了压缩重量，他们去了一个轮子，做成了3轮车。小姐姐错误地认为轮子必须是光滑轻巧的，选用了又滑又轻的雷达原板作为轮胎。高速赛车可都是大橡胶轮胎，像这么光滑又没摩擦力的，怎么可能跑得动？ This is the best. Ready? 3, 2, 1. Okay. 没想到他们的车竟然又快又稳，给别的组都看懵了。厄运组把软管卷起来缠在轮子上做轮胎皮，但测试失败，直接散架。Jess and Anthony. Works even better than our tyres. We spent 3 hours weaving. 于是他们也插了2个圆盘。Dishes, what a great idea. 短发小哥组开始设想做履带坦克车，可惜坦克根本算不上竞速载具，在其他组选手的打击下，最后还是乖乖的改成了圆盘。妈妈组不擅长机械，开始的车一直原地打转，后面不断调整才跑了起来。比赛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间有5分钟的休整时间。第一回合 Are you ready? Yes. Okay. And they're off with Jess and Anthony. It's Gabby and Ryan. It's Gabby and Ryan. 厄运组以半秒之差赢下情侣组，拿到了第1名。This much over the line. 妈妈组最后1名出局，剩下的4组选手要在5分钟内调整自己的车。紧接着第2回合开始， And they're off with Anthony and Jess. Anthony and Jess have got this by a mile. They've got it. They've won. 情侣组领先一大截，顺利拿到第1。而胡子哥因为刚才改坏了车，跑得最慢，被淘汰。来到了最终回合，3、2、1。Ryan's on. They're all good. Ryan's got the outside lead, but no, Jess and Anthony. Jess and Anthony. 情侣组的速度以秒杀之势冲进终点，成功拿下本场的冠军和下场比赛的1小时特权。这期比赛题目很简单，搭出自己理想中的房子。本来以为就是一期普通的搭房子比赛，没想到节目组最后3小时才告诉选手，真正的主题其实是噩梦之家。题目很简单，却难为住了顶级大佬胡子哥。他们技术最强，但最不擅长想象和故事。搭着搭着，他们自己也受不了了。 It's not a dream house. It's just a big white box sitting on top of a mountain. 胡子哥一点灵感都没有，在时间的逼迫下，逐渐开始崩溃。另一个胡子哥撤走大白盒子，终于在剩下的树干中得到了灵感——树屋。时间只剩下3小时，节目组那边也要开始折腾选手了。乐高大师怎么可能有梦想之家这么俗套的比赛？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选手们要想办法将作品变成噩梦之家。这个转折对于其他组是噩梦，但胡子哥可乐坏了。树屋的面临的灾难，不就是他们最擅长的动物吗？树屋坐落在亚马逊雨林的中间，胡子哥和家人们一起平静地生活着，直到一条巨蟒爬上了树干，准备摧毁这个幸福的画面。蟒蛇的加入不光平衡了色彩，还增加了亮点。这个用香肠和樱桃零件做的舌头， Single-handedly, the greatest piece of NPU, nice part usage, we have ever seen on LEGO Masters. 乐高中比人仔比例还小的尺寸叫微尺寸，短发小哥组就想用这种微尺寸诠释主题。对他们来说，梦想之家和房子没关系，重要的是坐落的环境。他们准备在西部大沙漠和峡谷中，用一个微尺寸的小房子，营造万尽人踪灭的孤寂感。到了噩梦时间也简单，和利益反着来就行了。曲棍球做的屋顶、溜冰鞋烟囱以及冰激凌炊烟，原本这个小房子坐拥一大片戈壁风光，直到开发商将这里变成了建筑工地，噪音和机器将这里变成了一场噩梦。评委指出，他们推土机和牛的比例有问题，马路上的白色条纹也过宽，但这种奇特点子真的很有趣，敢用在淘汰赛里冒险也是很有魄力。这所艺术音乐豪宅里面让人赏心悦目的，除了艺术品以外，还有肌肉男仆。 We need to find some hot gardens to trim our hedges. Oh, Sarah. 果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灵感一到位，妈妈组的技术水平就直线上升。这豪宅有点美国小时代的味儿了。眼看11小时的比赛只剩下3个点，都这个时候了，节目组竟然要选手把梦想之家变成噩梦之家。妈妈组结合时事做了波反转，这所豪宅的噩梦就是税务局来清查艺人们的资产。 Artists, because artists are always throwing it under the table. 在比弗雷山庄豪宅中，珍藏着许多艺术品和一个长得像体彩一样的神秘图案。税务局中的艺人和音乐人从来没有缴过任何税。终于这天，税务局找上了门，没收了艺人们全部的财产和艺术品。屋顶上的木琴还被来清查的人拆掉了一个音节。厄运组的计划一听就是熊孩子受害者，他们的梦想之家是一个能让孩子们尽情娱乐、家长们享受安宁的分区建筑。这是经历了啥？做梦都这么小心翼翼。他们的噩梦反转也很好设计，那就是熊孩子们开始了作妖。
标。这里本来是家长们的休养的净土，直到一辆冰激凌车的出现，孩子们吃了甜食亢奋起来，拿着扎尔乐器将玩具乱丢，在泳池里尿尿。熊孩子还把家长们绑了起来，扔进海洋球里。情侣组这边多出1个小时的比赛时间，他们要别墅靠大海，想做像钢铁侠家一样纯白高冷的现代风格，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比赛要求的反转对于他们的房子来说，好像只有海啸能满足了。他们做了一张，没错，是一张海浪。这座海边别墅有着巨大的海景窗、高尔夫球场和泳池。一场海啸袭来，将这里变成了噩梦。他们的楼层是可拆卸的，但因为海浪的支点在房子上，所以想打开必须拆掉海浪。Just to be crystal clear on this, the wave's got to hold its up. You can't stand there and hold up part of the Lego model while we judge. To be crystal clear. 本场比赛的第1名给到了厄运组的家长噩梦，最后情侣组因为反转设计失误位列倒数第1。上半场拿到冠军，下半场就离开了比赛。点击右上角关注乐高拌饭，记得一键3连哦。乐高凭什么这么贵？塑料块的质量能有多好？往下看，本期的主题很简单，就是造桥。表面上看似是考验选手造桥知识，实则是乐高给自己产品质量打的广告。这一波是第5层，这2个看起来像高中生的小哥，其实已经19岁了。他们俩在大学里学习了一些工程学知识，所以在这些选手里还算有些造桥基础。小哥们认为三角形才是最坚固的结构，做了很多支撑柱来分散来自桥面的压力。接下来就来检验一下小哥俩的听课成果。24公斤，桥纹丝不动。34。58公斤，少年组的桥轻而易举的就刷新了前面选手的记录。72公斤。竟然还能支撑得住。88公斤。再加上这个砝码，就要104公斤了。少年组的最终成绩是88公斤，他们将物理知识和乐高完美结合，创造了目前这场比赛中的最高纪录。夫妻组在面对工程领域时也是一脸懵逼，毫无信心。在搭建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经验，零件和长度都没有计算好。为了挽回一些局面，丈夫最后在桥上按了很多人仔。虽然评委说了这次的比赛不看外观和故事，但夫妻组还是不甘心，想挣扎一下，看看这座几乎没用什么科技建的桥能坚持几个砝码。24公斤，桥面已经弯曲了。34公斤。44公斤。虽然到44公斤的时候桥就GG了，夫妻组能笑得这么开心，还是要谢谢成绩只有24公斤的自负小哥组。夫妻组的最终成绩是34公斤，成功避免了垫底的命运。这场比赛对于大胡子组来说算是福利局了。身为石油工人的他们，天天和工程机械打交道，搭个桥对他们来说是基本操作。胡子老哥使用了很多带孔砖，也是上下2种支撑结构，工业风的配色非常符合他们的画风。谦虚的胡子老哥觉得自己的桥能承重20公斤左右就很满意了。先上24公斤的砝码，到44公斤，桥吱都没吱一声，看样子可以和少年组一战啊。58公斤，接下来是72公斤。Oh my gosh. Another 6. Grab it the other hand. Gentle. 哇，胡子组已经达到了少年组创下的88公斤的记录，即将冲击104公斤。胡子组的最终成绩88公斤，和少年组并列第1。这一下就要看评委如何抉择了。下一期造桥比赛最终篇，乐高凭什么这么贵？塑料块的质量能有多好？往下看，本期的主题很简单，就是造桥。这一组是17岁与71岁的特别搭档祖孙俩，他们使用了一种特别的结构，主要通过蓝色的砖块和带孔砖组成，有些类似中国的毛笋。小哥自信地认为这种设计会越压越稳固，他们的桥大概可以承受40公斤左右。先上24公斤试试。34公斤，
看来祖孙俩的桥也夭折在第3个砝码上了，最后的成绩定格在34公斤。其实这个桥结构上挺稳固的，但中间的板太脆了，砝码几乎是漏下去的。还好本期并不是淘汰赛，所以面对这个成绩，祖孙俩还能笑得出来。但因为有2组的承重并列第1，所以评委要从结构力学专业的角度分析哪个桥搭得更好。首先，少年组的桥受力部分做得很好，在桥墩碎裂的时候还能支撑住，很不可思议。胡子组的桥细节做得更好，也做得更真实，支撑结构比起少年组的略胜一筹。所以恭喜最后胜出的胡子组。胡子老哥之前的发挥都强得一匹，可惜一直陪跑，这一次是他们第1次拿到冠军。在下一场比赛里，胡子组将能获得豁免权。同样的主题，美版乐高大师里，夫妻组的桥足足可以承重900斤都没有碎裂。不过美版比澳版晚1年才有，估计也是借鉴了澳版的经验，所以才能够创造出更坚固的桥吧。下一期选手们抽签选择人仔，并建造邪恶人仔们的秘密基地。